大家好，这里是青丘档案馆，我是馆长小杜。在西方的女巫传说里，蛮多记录都说女巫会在飞行前涂一种神秘的软膏，念一段咒语才能骑上扫把或者熊山羊飞上天，而这种神秘的软膏被人们称为飞行软膏。我们能不能大胆地猜想，现代的西方医学这么排斥中国的中医，是不是因为女巫的飞行软膏里有不少原材料竟然和中医的草药一模一样，有很大的关系呢？毕竟在他的心目中，中医混合了很多草药一起熬煮出来的黑乎乎的汤药，在他们的记忆里就和中世纪女巫的魔药十分相似，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和危险的信号。虽然猎巫运动已经结束了几百年，大家也都在反思那一段时间对女人们做出的黑暗和荒唐的事情，但是似乎在潜意识里面，大家对女巫的刻板印象还是神秘、诡异、魔幻和充满不可预知的危险。在这种刻板印象里，会不会让人对用化学分析和科学角度也无法解读的中医和中药也带上了神秘和玄幻的色彩呢？当然这也只是猜想。我们说回西方世界的女巫，欧洲历史上的两轮猎巫运动前后持续了200-300年。那个时候的统治者、教会和举报者是靠什么来分辨谁是女巫谁不是呢？在猎巫运动的初期，曾经有2位德国的神父在1486年合作写了一本叫做《女巫之锤》的书，他们通过种种诡辩来证明女巫究竟是什么，里面详细描述了当发现一个人是女巫以后应该给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本书几乎是后来审判女巫的教学手册和指导方针。当时的教会也是通过这本书的指导，认为女巫一般都拥有神秘的飞行软膏，当然他们也有用草药来治病或者迫害别人的能力。就是这样一本小小的书，却害得许多人遭指控为女巫。这2位神父写于1486年的这本书，目前收藏在德国的中世纪犯罪博物馆。在今天我们要聊聊女巫的飞行软膏里有什么之前呢，先来聊一聊世人对女巫的印象和传说。我们来说一下瓦普济斯之夜，这个1年1度著名的女巫聚会。传说在欧洲，在每年的4月30号这个晚上，全世界的女巫都会找个地方聚在一起，和恶魔狂欢，也会和恶魔汇报这一年他们都干了哪些坏事，以及明年打算干什么坏事。女巫们会和恶魔一起在集会上跳舞、喝酒、吃不加盐或者发霉的面包，一直狂欢到天亮前第一声的鸡叫声响起，然后所有人都会突然消失，无影无踪。这样的夜晚被称为瓦普济斯之夜。而传说中最著名的女巫聚会地点，就是位于德国中部的哈茨山脉中的布罗肯峰。布罗肯峰也被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默认为瓦普济斯之夜的发源地，所以理所当然的，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山区，自然也流传着许多和女巫有关的传说，最多的也就是跟女巫之夜各种版本的描述了。德国人说，女巫一般都是隐藏在民间的，她们平常都是家里的女主人，家里的经济实力也不错，都是有点财力的。这些女主人一般都会有花园，种着一些神秘的花草树木。女主人的家里也会有几个仆人，所以一般能发现女主人是女巫，能看到女主人念着咒语涂了神秘的软膏，念着咒语飞出屋子的，通常都是那家里的仆人，而且通常都是男仆，或者是对女主人不满的女仆，或者是知道真相无意间透露给情人或者邻居，诸如此类。我们来看一幅1579年的插画，它叫《女巫之家》，来自于一本叫《关于女巫魔力谈话》的书。我们看到这个从小洞里偷窥女主人的男仆，不知道他是要举报女主人呢，还是想学习像女主人一样如何飞行。因为在中世纪著名的猎巫运动里，大部分女巫被审判和处死的案子，其实都是熟悉的人告发或者背叛的。虽然我们对女巫的印象都是来自于电影或者小说，脑海中浮现了的女巫形象都是骑着扫把在空中飞，发出尖锐又吓人的笑声，但是在德国的哈茨山区里面，传说这些女巫在飞行前是要涂一种神秘的软膏，当时的人们称为飞行软膏。她们涂好之后才会骑上扫把，念着咒语飞上天空。有些人也不一定会骑扫把，
他们会骑着雄山羊，而且是倒着骑，甚至是猪。他们也会用灶炉里面或者炉灶里用到的拨火棒等等。有些女巫还会光着身子不穿衣服的飞往布罗肯山，还有传说骑着叉子或野猪的。不过野山羊是比较多见的，因为在各种插画、传说、审判女巫的记录里面，很多人都记录着说自己是骑着雄山羊飞上了天。为什么是雄山羊呢？因为在欧洲，女巫有一个称谓是恶魔的情妇，但是在欧洲的传说里面，雄山羊它往往是恶魔的化身，所以就有很多女巫和雄山羊配对的绘画作品，这就是大家对女巫的一个刻板印象。这幅叫布罗肯山顶的黑弥撒的，在画作的中央，人们正在亲吻着像着恶魔化身的雄山羊，下面还有只正在拉臭臭的恶魔，还有可以从手掌里喷出火焰的恶魔，以及跳土风舞一般成双成对的男女。类似这样的画呢，我们叫黑弥撒绘画，还有很多很多。在很多和女巫主题有关的画上面呢，除了骑扫把、骑山羊这些典型的元素，有时候还会出现卷线棒。这个卷线棒是过去的欧洲女人在纺丝工作里常常会用到的重要工具，而纺丝也是那个时代的女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女人们通常会聚在一起，在屋子里一起聚会聊天，同时纺着丝。但是男人们会觉得女人们在一起一定会出问题，他们一定会交换彼此对男性社会的不满，对老公的不满。这种聚会如果人多了，聊久了，就一定会反社会，是一种危险的聚会。危险的女人通常都有女巫的嫌疑，如果这个女人既危险又聪明，那就肯定是女巫了。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不少的绘画作品跟女巫有关的，在图片的某个角落也会出现一个纺纱会用到的卷线棒。这些跟女巫有关的画画呢，一般都是创作在15世纪末到17世纪的300多年时间，这个时间段也就是猎巫运动期间，也是欧洲最黑暗的时期。关于猎巫运动呢，我们可以找时间专门录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百年的黑暗史中发生了很多让人恐怖和匪夷所思的案子。据说在欧洲猎巫运动的200-300年期间，被处死的女巫有200-300万人之多。回想这个欧洲猎巫运动持续的300年左右的中国，正好也覆盖掉了整个明朝，再延续到清朝建立后的100多年。那个时候刚好也是女人裹小脚最为盛行的阶段，其实最后也是到了民国孙中山时期才明令禁止。这个习俗呢，也是在50年里面慢慢消失的。我们以后可以专门讲一期中国传统社会裹小脚的这个习俗，以及这个习俗背后让你惊呆的一些隐秘的故事。看起来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男权社会对女人似乎都用相似的方式来压制或者控制，他们看起来都不喜欢太聪明的女人哦。欢迎关注青秋档案馆，点亮小铃铛，我们会继续带给你有意思的故事。我们说回德国女巫之夜的传说，待会视频后面我们会从飞行软膏、女巫的药草和诅咒说回中世纪判断谁是女巫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那么飞行软膏真的存在吗？在中世纪的猎巫时期，法国境内的阿尔萨斯地区还保留着当时主审官审判女巫时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清单。他们问那些有女巫嫌疑的女人，涂在扫把上的药膏原料是什么？你飞上天空时口中念着什么样的咒语？你是否向恶魔讨要了飞行软膏的配方或者饮料呢？是不是恶魔教会了他们在飞行前如何做软膏？如果没有讨要，那么那些能让女巫起飞的飞行软膏又有哪些成分呢？主审官其实并不关心女巫使用了什么样的工具飞行，也不关心软膏到底有什么成分。其实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证明女巫就是女巫，她是恶魔的情妇，然后加以消灭。在主审官的误导下，很多人被指控为女巫而被捕，他们都被迫承认自己会制作飞行软膏或者飞行饮料，或者承认自己和恶魔讨要了软膏和饮料。他们通过喝下这些会飞的软膏或者饮料，就可以骑着扫把或者雄山羊飞去参加黑弥撒女巫之夜。我们看到这幅画就是典型的一个巴斯克厨房里面，这个女巫正在往身上涂抹软膏。不过在这些审判女巫的记录里，也有一些主审官记录下了女巫飞行软膏的配方，
后来经研究，这些配方里只不过是当时很多医生使用的几种药的混合，看起来不是太可靠。因为在猎巫运动最激烈的那几年，很多掌握着很好治疗效果药方的医生和药剂师也被告发为巫师，他们不仅仅是女人。有些人虽然被严刑拷打，还是回答不出来，就会被认为一定是从恶魔这里得到了飞行卵膏的配方。德国的毒物学家仙克在1920年的时候，按照不知道从何处得来的一个古老配方制作了女巫卵膏，然后涂抹在某个女人的身上，结果这个女人陷入了昏迷，失去意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这个女人醒过来的时候，完全不相信自己只是睡着了，一步都没有移动过，她反而坚信自己曾经飞上天空，参加了黑弥撒女巫之夜。还有一位叫休纳的药理学家，也是德国人，他在1925年的时候把飞行卵膏里的一种重要成分，也就是一个茄科药草的萃取物涂在皮肤上，然后经历了一场如同梦幻般的飞行体验，而且在梦里他还变成了猫头鹰等动物。在女巫的审判案例中，有人确实说自己会变身动物前往黑弥撒，也有一位来自德国的学者，也就是大学教授波克特，他在1960年也经历同样的实验。他按照意大利人写的一本叫做《自然魔术》记载的配方制作了女巫卵膏，并且和朋友们一起涂在身上测试。他们立刻双双陷入了深沉的睡眠。清醒以后，两个人竟然有同样的说法，他们都说自己看见了恐怖的脸，看到了自己在漂浮，或者是不断坠落的场景和感受。其实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在化学药物和西方医学兴起之前，用草药来治病可能是以毒攻毒的思路，世界各地也都是这样子的。就算是现代医学，其实也难以避免可能会用到草药，这些草药可能会让你产生幻觉，包括现在的一些毒品，尼古丁、海洛因也好，它们的前身其实也是有麻醉或者致幻作用的，医学上使用过。那么通过掌握和了解草药来治病，其实是母系社会里很多女人掌握的能力，也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我们现在也很难说飞行卵膏不存在，因为在审判里面很多人被指控为女巫，都还没来得及审问，有些人就先说自己确实上过天空，并承认自己就是巫师或女巫。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飞行卵膏是真的存在的，只不过有些飞行卵膏只是让你产生了飞行的幻觉。关于中世纪猎巫运动的黑暗，我们可以改天专门做个视频，欢迎点亮小铃铛。那么女巫的飞行卵膏里究竟有哪些东西呢？刚刚提到几种涂了就会让人昏睡或者失去意识的药草，其实在很多女巫的飞行卵膏里面的配方里都出现过。我们来分享一个有真实记录的女巫卵膏的配方，了解一下女巫们常用的神秘草药都有哪些呢？一位叫西梅尼斯的人主编了一本叫《世界魔女百科》的书，里面就记录了一个女巫卵膏。据说它是最早意大利的哲学家兼数学家卡达诺写的一本《事物的精妙》中出现过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配方里有一个底比斯的鸦片，就是生产鸦片的埃及城市底比斯出产的，再加上红罂粟和黑罂粟等众所周知的作用，这个配方的飞行卵膏大概率是会产生很大的幻觉。在这个配方里还有一味药叫浪荡，不管在哪个文明里都自古被认为很有魔力，因为它会使人失去对重量的感觉，产生像在空中飞行的幻觉。在古老中国的东方医学里面，浪荡也有大毒的，它有着非常好的这种缓解镇痛的作用，也能够治疗气管炎和老人的咳嗽气喘，但是它内服的量是非常低的，多了就会中毒，我们需要非常谨慎。浪荡有毒是因为它含有生物碱，其他还有生物碱的毒性最强的一些药草呢，就是有颠茄含的阿托品、附子所含的乌头碱，以及曼陀罗所含的东浪荡碱。这几种有着剧毒的草药也常常出现在飞行卵膏的配方里面。这些药草呢，在中国的传统医学里也都有使用。其实颠茄含的阿托品也被现代医学提炼出来，用在缓解内脏绞痛、窦性心律过缓等问题上，包括现在一些使用OK 镜的小孩，他也会使用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来缓解近视的发展，副作用呢也是需要大家关注的。
那么早在中世纪呢，就有很多女人为了美丽的眼睛的效果而使用颠茄的汁液，包括现在的有一些平面模特啊，她在拍照前也会为了让眼睛看起来更迷离、更性感、更好看来使用阿托品，因为它会有使瞳孔散开、眼压升高、兴奋呼吸系统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些东西呢，用的次数多了，剂量没控制的好的话呢，还是很容易出现副作用的，甚至会上瘾。在欧洲的修道士说，他们曾经形容颠茄群生的地方就是恶魔造访的邪恶场所。还有女巫会用到剧毒的附子，一般他们用的是欧洲本土出品的那种毛浪科的西洋附子。在中国呢，中医也会在特殊的病症里用到这款毒素非常强烈的药材。那么附子毒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古人会把附子的毒素提炼以后用来制造毒箭，用在战争上或者暗杀上。那么就算到了现代社会，也会常常发生利用这个附子的毒来谋杀的案子。在欧洲，附子几乎是没有解药的。16世纪的时候，有一位贵族以为自己弄到了强效的解毒剂，他就找来死刑犯，先让他服下附子，然后再试试他找到的那个解毒剂的效果，结果一点作用都没有。死刑犯整个死亡的过程非常痛苦，听起来这个故事很是残酷。不过在中国，很多医生在治疗危重的病人或者癌症中晚期的病人，会用到这个让人恐惧有争议的药草，剂量还不少。这个在很多名医的医案上都有记录，但是医生也会非常仔细的叮嘱病人一些特别的熬煮细节，再结合其他药材的搭配，这种附子在这个时候不但无毒，还能发挥非常奇妙的效果。不过在没有经验的医生的指导下，视频前的你们可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哦。女巫神秘的药膏或者汤药里面常出现有野生大麻、罂粟、曼陀罗，似乎毒性不强，就进不了女巫软膏的配方。大麻和罂粟的争议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也就不多说了。而这个神秘的曼陀罗倒是可以讲一讲，因为曼陀罗就是很多古装武侠小说里会用到的蒙汗药的原材料，它的毒性也非常大，曼陀罗的3颗果实就可以让一个成年人死掉。早在中国古代的早期，曼陀罗就开始当作麻醉药使用了。传说扁鹊的碎肾散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曼陀罗。那么现代的一些医生在做外科手术的时候呢，也会用到曼陀罗，用在麻醉和镇痛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本草纲目》里面金银本绘本的曼陀罗花。在女巫的魔药里面，大概用的就是曼陀罗会让人昏睡和产生幻觉的作用吧。女巫的配方除了有毒性能产生幻觉的药草之外，魔药的清单里也会有让人毛骨悚然的成分。这些成分原来只是为了让软膏易于涂抹，比如说会用到一些动物的脂肪或植物的油脂，但是他们会为了增加这个飞行软膏的惊悚效果，他们会用到人类的脂肪或者新生儿的肉来代替，这样就能特别显示出女巫这个形象的黑暗和恐怖，让人产生憎恨或者反胃的感觉。我们再来看一个那个时代记录下来的飞行软膏的配方，它的成分有新生婴儿的肉、罂粟、龙葵、泽漆以及毒锦，然后将这些材料煮成粥状。这个配方是16世纪相当著名的瑞士医学学者帕拉塞尔苏斯所复原的。把新生婴儿作为配方，也说不清是不是猎巫运动刚开始的背景需要，还是为了迫害接生婆的需要。毕竟能接触到很多新生儿的人群，非接生婆莫属了。我们在视频刚开始提到过的《女巫之锤》的这本书里面，那2位神父身份的作者就一口咬定，接生婆也属于女巫。因为接生婆会将刚出生的婴儿抛到空中献给恶魔。从猎巫运动一开始，接生婆这个群体就已经受到了教会的迫害。在1587年德国的蒂林肯镇，一位接生婆就被指控用巫术导致了400名婴儿的死亡。而在1728年的匈牙利，一位接生婆就因为以上帝的名义为2000个小孩施行洗礼而遭到巫术的指控，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为什么接生婆会被攻击呢？因为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以后，神对夏娃说，我必大大增加你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儿女必受苦楚。所以那个时代的神父认为，生产时的痛苦既然是违背神以后女人们应该承受的惩罚，那么熟练的接生婆为了尽可能减少产妇所受的痛苦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会被当作是违背神的旨意。那么这样的做法都是巫婆行为。而且在基督教中，洗礼是最重要的仪式，刚出生就死亡的婴儿还没有来得及接受洗礼，他们是无法前往天堂的。所以没有洗礼而死去的婴儿是巫婆用来献给恶魔最好的礼物，也是最恰当的。所以当一个产妇难产时，没受过洗礼的婴儿应该首先被抢救，产妇应该被放弃，因为受过洗礼的产妇就算死了也能够上天堂。所以难产的时候，如果婴儿死了而产妇还活着，那一定是接生婆把婴儿的身体当作祭品献给了恶魔，所以接生婆要为婴儿的死去承担责任。还有个理由就是接生婆会帮助一些无法生下小孩的女人提供帮助，包括堕胎或者引产。毕竟比起飞行，堕胎的用途需求量会更大，加上每个孕妇都会担心有可能在生产的过程中丧失生命，所以女巫卵膏里的一些药草也会在难产时帮助产妇更加顺利的生孩子。而这个时候接生婆的做法就是女巫的行为。从前的卫生条件不好，为了保证生产时母子平安，人们除了祈祷之外呢，接生婆也会使用一些促进阵痛以及对产后恢复有帮助的药草，比如说龙葵。但是这些能促进阵痛和顺利生产的药草也会有导致流产的危险。那么换一个角度，这些能够强烈促进子宫收缩的药草也会被接生婆用在流产上。在禁止堕胎的基督教里面，如果女巫掌握着能够堕胎或者流产的技术，也是非常容易受到教会的注意的，被打击和针对以及审判也就在所难免。金雀花这个药草就是接生婆常常在产妇阵痛的时候有促进的作用，但同时它也有堕胎的效果。最戏剧化的一点就是金雀花也常常被用来制作女巫的扫把。在现在的生活里面，也确实会有人把金雀花作为扫把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金雀花难免不会成为女巫最喜欢的植物了。不过在中国传统的药材里面，龙葵和金雀花它不是用来促进子宫收缩或流产的。龙葵呢用来清热解毒，而金雀花呢有调理头晕腰酸的作用，也有一定跌打损伤活血化瘀的作用。在中国的南方啊，金雀花还常常被用来当做春天的一道食材，可以跟鸡蛋一起煎起来吃或炖着吃，也有和猪肉一起炖成汤的。这些活血化瘀的药草，中医也是向来不推荐给孕妇使用的，因为这个活血化瘀本身就有可能造成流产。这一点倒是和接生婆用来流产的思路有一点点呼应哦。那么回到女巫的草药，那个时代女巫药草的一些故事也成为哈利波特的作者杰克罗琳灵感的一部分来源。哈利波特和魔法石里面有一段是这么描述哈利波特他们是如何在学院里面学习巫术里的草药学。1周3次，他们都要由一个叫斯普劳特的矮胖女巫带着到城堡后面的温室去研读草药学，学习如何培育这些奇异的植物和菌类，并了解它们的用途。17世纪曾经有一位不受医学权威机构欢迎的无执照的药剂师，他叫卡尔培伯，他写了一本草药志。1642年的时候，他因为练习巫术而受到公开审判，但是后来却被宣判无罪。卡尔培伯的草药志呢，最初叫英国医师，在里面呢全面列出了英国当地的一些草药，同时还说明了最有效的治疗方法。J.K. 罗琳呢，为了给草药和药剂师命名寻找灵感的时候，就参考了这本书。女巫们的草药学，其实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可以重新解读为她们只是对植物或植物知识的研究和运用。植物学家现在都会收集和鉴别不同种类的植物来制作药水和药物。那么为什么以前的女人使用药草就会被判定为有罪，被诬陷为巫师呢？甚至当时一些重要的草药志现在就收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说到底，那些会使用药草来治病的聪明女人，在那个时代大概率会被当成女巫的，因为就像父权社会下的女人，太聪明总是容易被压制和针对，毕竟男人们都不喜欢太聪明的女人。那么今天的女巫的草药
和他的飞行软膏就分享到这里，欢迎点赞、订阅以及点亮小铃铛，您的支持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是青丘档案馆的馆长小杜。